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刚入职1个月的女同事朝我借40万，我没借，她当场骂我废物。30多的男人手里没有40万，不是废物是什么？我要是你，我都不想活在这个世界上。她还到处造谣我肯定是赌鬼，不然手里才会没有钱。可她不知道的是，我家里有8套房出租。就连他上班的写字楼也是我家的。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我一进到办公室，就感觉其他人看我的眼神变得十分奇怪，甚至对我指指点点。我刚落座，办公室新来的文员陈如就冷笑了一声：“怪不得你穷，连上班都来得这么晚，也不知道昨晚上干什么去了，说不定是昨晚上又输光了钱吧，死赌鬼！”我一愣，看着陈如：“你说谁？”陈如翻了个白眼，说：“谁知道？他在工位上坐下，兜里连40万都没有的废物，看见你我都觉得晦气。”这下我听懂了，前几天陈如扭扭捏捏地找到我，说想要找我借点钱周转一下。我本想着小钱我能帮就帮了，可谁知道他张口就要借40万，而且我们才认识不到1个月。我问他借钱干什么，陈如理直气壮地说：“你别管我干什么，你都30多岁了，手里肯定有个40万存款吧？只要你借给我，什么事都好说。”他手指在我肩上暧昧地滑动，我感觉一阵阵不适。“没有，你找别人吧。”我抖开他的手，回复。陈如似乎没想到自己会被拒绝，当即变了脸，脸上表情狰狞：“你个废物，连40万都没有，老板每个月给你开那么多钱，你1分都没攒下来是吗？怕不是拿去赌了吧？像你这样的赌狗我见多了，你早晚会遭报应的。”在我没反应过来的时候，陈如穿着包臀裙一扭一扭地走开了。过去这么多年，陈如还因为我没借她钱这事耿耿于怀。我皱着眉头，刚要开口，老板叫我去他办公室一趟，谁知没2分钟，陈如竟然也走了进来。她先是瞪了我一眼，随后穿着高跟鞋的脚狠狠地踩在我的脚背上，我吃痛，下意识地抬起脚，接着陈如就晃了晃身子，没站稳倒在地上，额头正好磕在办公室的桌角。老板吓了一跳，赶紧找人进来包扎。也就是在这时候，陈如当着办公室人的面指着我，大声地哭诉：“江默，你为什么要绊倒我？我不过就是跟大家说了2句真相，你就对我怀恨在心吗？”我一愣，还没反应过来，陈如的舔狗李建民已经上前指着我：“江默，你是不是有毛病？你还算个男人吗？就知道欺负人家女生，有本事你冲着我来！”我皱了皱眉头，我没绊他，你爱信不信。李建民冷哼一声，一双眼睛直直地瞪着我：“你放屁！难道陈如还能自己把自己绊倒，摔伤了头？明明就是你这个小肚鸡肠的男人故意的！”也就是在这个时候，陈如忽然委屈地哭了起来。实不相瞒大家，前2天江默向我表白了，但是我把他给拒绝了。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，他才对我怀恨在心的。李建民气焰嚣张，几乎要跳起来，他那根粗短的手指几乎戳到我的鼻尖上。“江默，你他妈癞蛤蟆想吃天鹅肉，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什么德行！”办公室里人人都知道李建民喜欢陈如，追了她好久。此刻听到我向他表白，自然气得要命。我喜欢他，我瞎了吗？我皱着眉头反驳，而陈如一愣，当即委屈的要哭出来。她可怜地看向老板，老板的脸色阴沉的像是要滴出水来。他重重地拍了一下桌子，打断了我的话：“行了，
都少说两句。江默，你也是，跟一个女孩子计较什么？老板的声音里充满了不耐烦，仿佛我才是那个无理取闹的人。陈如得意地瞥了我一眼，那眼神充满了轻蔑和嘲讽。他和李建民一前一后，扭着腰肢离开了办公室，留下一阵令人作呕的香水味。老板走到我身边说：“江默啊，公司现在已经很难了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别找麻烦了。”他的手轻轻拍了拍我的肩膀，却让我感到无比的讽刺。这话听着怎么就那么憋屈呢？难道就因为我是个男人，我就活该被欺负、被冤枉、被侮辱吗？我紧紧地咬着牙，强忍着心头的怒火，点了点头。我转身朝自己的工位走去，可回到工位，眼前的一幕让我瞬间血气上涌，几乎要爆炸。我的位置上一片狼藉，咖啡渍、水渍混在一起，恶心的要命。键盘上黏糊糊的，散发着一股令人作呕的味道。更要命的是，我辛辛苦苦收集了1个月的项目资料，全被泡在咖啡里，纸张皱巴巴地粘在一起，字迹模糊不清，彻底报废了。这可是我1个月的心血，这是谁干的？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。几个平时就跟陈如走得近的女同事阴阳怪气地笑起来。哟，这是谁惹江默生气了？还能有谁？表白被拒，恼羞成怒呗。啧，表白被拒还要陷害人家，谁不说活该？我深吸一口气，努力让自己冷静下来。我知道现在发火只会让事情变得更糟。我的目光落在办公室角落的监控室，我走到门口，敲了敲门。进来。老板的声音从里面传来，依旧带着一丝不耐烦。我推门走了进去，开门见山地说：“老板，我要看监控，有人把我收集1个月的资料毁掉了，我必须让他受到惩罚。”谁知老板却皱着眉头，瞪着我：“江默，你他妈有完没完？一点小事你至于吗？不就是一个资料，重新收集就完了。一个大男人怎么就这么小肚鸡肠？赶紧滚出去，我还有事。”我出了办公室之后，陈如得意地看着我，眼底是毫不掩饰的嘲笑。她看着我，吐出2个字：废物。我收拾东西的时候，旁边那些平时就喜欢嚼舌根的同事又开始窃窃私语。切，还真以为自己多了不起呢，不就是个被拒绝的可怜虫？就是，也不看看自己什么德行，还想追陈如。癞蛤蟆想吃天鹅肉，这些话一句句传到我耳朵里。我懒得搭理他们，把东西收拾好，直接走人。其实我和老板是校友，他比我高几届，算是我学长。当初在学校的时候，他创办过一个互联网项目，当时缺钱，四处拉投资。我爸那时候正好想拓展投资领域，我就顺手帮他推荐了一下。后来老板开了公司，我为了体验生活，就来他这儿随便找了个工作。这些年，老板虽然不知道我家底，但平时对我还算照顾。可这次，他明明知道我受了委屈，却为了息事宁人，一味地偏袒陈如。难道就因为我是个男的，就活该被欺负吗？第2天，我刚到公司，就被老板叫进了办公室。陈如站在老板的身边，得意地看着我。老板脸色不好看：“江默，昨天的事我已经了解清楚了，你给陈如公开道个歉，再赔点医药费，这事儿就算过去了。”我一听这话，差点没气笑了。我被陈如造谣到头来，我还要给他道歉，凭什么？我这话一出，老板的脸色更难看了。江默，你能不能懂点事？公司现在正是关键时期，你非要闹得大家都不愉快吗？我是为了给你留脸面，不然你追求人家不成，还把人家推倒了，传出去多难听。
而且是陈如善良，不跟你多计较，不然我看你以后还怎么有脸在公司待着。我冷笑一声，要是我真的道了歉，那这个名头可真就坐实了。行，既然你这么说，那这个歉我不会道，钱我也不会赔。老板一听我要辞职，顿时就急了。江默，你别以为你谈成了几个项目就了不起了，你真以为是自己有本事，还不是因为有我们公司的名头。有本事你辞职，我倒要看看你离开公司还能不能拉到项目。他指着我鼻子，唾沫星子都快喷到我脸上了。陈如拉了拉老板的衣袖，娇滴滴地说：老板，您别生气，江默不愿意道歉就算了，我只不过是受点委屈，没关系的。您千万不要一生气把他开除了，对公司发展不好。这话一出，老板更生气了，他脸红脖子粗地喊道：我怕你江默，你以为公司没了你活不了？你算什么东西？赶紧给我滚！我皱着眉头看着完全陌生的老板，彻底心寒。这么多年我把他当兄弟，不然也不会没职没位的在他公司干了这么久。结果他现在却这么跟我说，他或许忘了，公司一多半的项目都是我拉来的，人家是看中我爸的面子，不是他的。我看他离了我，这公司的业务从哪拉？好，我辞职，你别后悔。我回到工位，开始收拾东西。那些平时就喜欢围着陈如转的男同事们，一个个跟打了鸡血似的，指着我鼻子冷嘲热讽：江默，你也有今天，癞蛤蟆想吃天鹅肉，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，就是还真以为自己是什么人物了。离了公司，你屁都不是。江默，我告诉你，以后眼睛擦亮点，不是什么人你都能追的。李建民一脸得意，那样子好像已经把陈如追到手了似的。我瞥了他一眼，心里冷笑，这家伙平时陈如一个眼神都能让他乐半天，现在还在这儿装上了，怎么不服气？李建民见我不说话，更来劲了，要不要我教教你什么叫自知之明？他一边说着，一边朝我走过来，那架势是想动手。我从小就学泰拳，对付这种货色简直易如反掌。还没等他靠近，我直接一脚踹过去。哎呦！李建民惨叫一声，捂着肚子倒在地上，像只虾米一样蜷缩着。你敢打我？你给我等着，我饶不了你！他躺在地上，还不忘放狠话。我居高临下的看着他，眼神里满是不屑。就你配吗？收拾完东西，我头也不回地离开了公司。刚走到门口，陈如竟然追了出来。江默，你站住！他拦住我，你现在后悔还来得及，只要你给我跪下道歉，我就原谅你。他脸上挂着得意的笑容，仿佛吃定了我。我看着他，只觉得可笑至极。这女人还真是把自己当回事了。我翻了个白眼，我不打女人，你最好赶紧滚！你！陈如气急地瞪着我，我看你没了工作怎么办？我让老板在全行业封杀你！我转身就走，不理会这条疯狗。回家之后，我顺便给合作商打了电话，拜访了一下他们，顺便通知了一下我离职的消息。果然，他们纷纷表示要解除合作。没2天，老板打电话来，破口大骂：江默，你 TM 是不是故意的？电话刚接通，老板的咆哮声就震得我耳朵疼。什么故意的？我冷冷地问。你别给我装傻，你是不是跟那些合作商说了什么？他们为什么都要解除合作？老板气急败坏地质问。呵，我忍不住笑了。你不是说我没本事，离了公司就什么都不是吗？怎么现在他们不合作了，你急了？老板被我噎得说不出话来。当初是谁说我没用的？现在知道求我了？晚了！
我把这些天憋在心里的火气一股脑地发泄了出来。江默，你别太过分，我告诉你，你现在回来，我还可以当什么都没发生过。老板还在那儿嘴硬，做你的春秋大梦去吧。我直接挂断了电话，让我回去做梦。经过这一场，我算是看透了，他根本就不在乎我这个兄弟。既然如此，我也没必要再惯着他了。爸知道我从那公司辞职了，乐得嘴都合不拢。他早就盼着我回家接手家族企业。我想了想，还是答应了。可就在这时，我想起一件事儿，我妈留给我的护身符还落在那公司里呢。那可是我妈留给我的念想，说什么也得拿回来。我急匆匆赶回公司，结果在门口就被李建民给拦住了。哟，这不是江默吗？离了公司活不下去了，又想回来舔着脸求老板。他阴阳怪气的声音听得我直皱眉。我回来拿东西，我懒得跟他废话。李建民这小子还记恨着我之前那一脚呢，哪能轻易放我进去？拿东西？拿什么东西啊？我看你是想回来偷东西吧？他故意找茬，声音大的生怕别人听不见。我心里那叫一个烦躁，正想给他点颜色看看，结果从公司里又出来几个男的，这几个都是平时围着陈如转的苍蝇，一个个的跟打了鸡血似的。江默，你也有今天，还想回公司？做梦！告诉你，以后别再出现在我们面前，不然见你一次打你一次。他们把我围在中间，一个个摩拳擦掌的，看那架势是想打我。李建民更是得意洋洋地走到我面前，那张脸简直欠揍。怎么着，江默，你不是很牛吗？现在怎么不牛了？我冷冷地看着他，没说话。这帮孙子真以为我好欺负。我活动了一下手腕，正准备好好教训教训这帮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，可人太多了，我双拳难敌四手，身上挨了几下。行了，别打了。李建民突然喊停，然后一脸坏笑地看着我。江默，想拿回东西是吧？简单，跪下学狗叫。我就考虑考虑。我忍着疼站直了身子，眼神像刀子一样盯着他。就在这时，陈如和老板一起从公司里走了出来，老板手里正拿着我妈留给我的护身符。江默，你想要这个？陈如的声音尖锐又刺耳。我死死地盯着他，一字一顿地说：把东西给我。陈如笑了起来，想要啊？行啊，跪下学狗叫，我就给你。我狠狠地瞪着她，这女人真是恶毒到家了。老板皱着眉头，把护身符啪的一下扔在地上，然后抬脚狠狠地踩了上去。江默，我告诉你，别以为公司离了你就不赚了。我们现在有新的合作商，一年赚的钱比以前几年加起来都多。你给我滚！等我回到家一问才知道，老板口中那个所谓的新合作商竟然就是我们家的公司。后来我才知道，我爸怕我舍不得原来这家公司，所以特意主动说要和他合作，这样等我接手公司时还能再跟他们有业务往来。之前我为了避嫌，所以从来没求过我爸，谁成想在这个机会却派上了用场。我和我爸说，合作那天我代表公司去谈。当天我到了会议室，老板领着陈如和李建民还有几个人早早的就等在了那。我堂而皇之的推门进去，迎上他们错愕的眼神。老板猛地一拍桌子，从椅子上弹了起来，指着我的鼻子就骂：江默，你 TM 还有脸来，赶紧给我滚出去！他唾沫星子横飞，好像要把之前所有的怒气都发泄出来。这里是你该来的地方吗？再敢来捣乱，信不信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？我翻了个白眼，这人怎么还跟个炮仗似的，一点就着。我是来谈合作的，我淡淡的说。
合作？跟你？陈如嗤的一声笑了出来，那表情要多嘲讽有多嘲讽。你一个被扫地出门的废物，还想谈合作？你配吗？李建民也跟打了鸡血似的，眼睛瞪得溜圆。我说过什么？你再敢来这儿，我见你一次打你一次。怎么皮痒了？这帮人狗眼看人低。我冷笑一声，把脚敲到了会议桌上。老板气得脸都绿了。你 TM 给我把脚拿下去，再不滚，我可真不客气了。怎么想赶我走？我挑了挑眉，正想说些什么，会议室的门突然开了，我爸的助理王叔走了进来。老板一看见王叔，像看见救星似的，立马换上一副谄媚的笑脸，颠颠地迎了上去，指着我说：“王助理，您来得正好，这有个捣乱的，您快帮我把他撵出去。”他指着我，语气那叫一个嫌弃。这小子以前在我们公司上班，手脚不干净，还骚扰女同事，被我开除了。现在竟然恬不知耻地跑来这儿捣乱，影响咱们谈合作。王叔愣了一下，看看我又看看老板，表情有些古怪。你说什么呢？王叔的声音冷了下来。这是我们小江总，江董的独生子，今天代表我们公司来谈合作的。王叔这话一出口，对面3个人瞬间石化。陈如的脸五颜六色的，跟开了染房似的。他指着我，声音都变了调：“不可能，他怎么可能是？”老板的脸色刷白，嘴唇哆嗦着，半天说不出一个字。李建民更是像被雷劈了似的，张大了嘴巴，眼珠子都快掉出来了。我轻笑一声，站起身，走到老板面前。忘了告诉你，你现在租的这栋写字楼也是我家的。哦，对了，从今天开始，租金嘛，得涨了。我故意顿了顿，欣赏着他瞬间变得更加难看的脸色，补充道：“毕竟物价上涨，您说是吧？”老板眼神畏惧地看着我，一个字都说出来：“你不是一直好奇为什么能这么便宜租下这栋写字楼吗？”我走到他面前，居高临下地看着他。老板额头开始冒汗，眼神闪躲，不敢看我。我接着说：“那是因为这栋楼本来就是我家的，当初便宜租给你，是看在你大学时对我还算照顾。可惜啊，有些人就是给脸不要脸。现在好了，你不是喜欢搞事情吗？那咱们就好好玩玩。”我故意停顿了一下，看着他越来越难看的脸色。陈如和李建民站在一边，脸色铁青，估计他们做梦都想不到我还有这层身份。惊吓之余，恐怕更多的是后怕。我冷哼一声，懒得再看他们一眼，转身就走。身后却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，老板跌跌撞撞地追了上来，一把拉住我的胳膊。他脸上堆满了讨好的笑，可那笑容比哭还难看，声音都带着颤：“小江，不，江总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。您大人不计小人过，原谅我这一回吧。我给您道歉。”他点头哈腰，就差没跪下了。看在以前大学的时候我还算照顾你的份上，您就饶了我这一次吧。他哀求着，眼泪鼻涕都快下来了。大学照顾？我冷笑，心里没有一丝波澜。当初我刚上大学，人生地不熟，他作为前辈确实帮过我一些小忙，可后来他在公司嫉妒我的能力，担心我超过他，纵容陈如和李建民欺负我，这些照顾我还真是感激不尽。你不是真心悔改，你只是怕失去现在拥有的一切。我甩开他的手，声音冷得像冰：“但这跟我有什么关系？”我头也不回地走了，把他的哀求和哭喊声都抛在了脑后。随后，我让王叔以公司的名义正式给他们发了书面通知，写字楼租金大幅上涨，老板根本负担不起这笔费用，
只能灰溜溜地选择搬走。搬家那天，我特意去了现场，不是为了看笑话，只是想亲眼见证一下这些曾经高高在上的人是如何跌落尘埃的。老板看见我，眼神闪躲，嘴唇蠕动了几下，却什么也没说出来。曾经那些对我冷嘲热讽的员工，现在一个个都换上了谄媚的笑脸，争先恐后的过来跟我套近乎。江总，您真是年轻有为啊！以前都是我们有眼不识泰山，您可千万别跟我们一般见识。我看着他们虚伪的嘴脸，只觉得恶心。滚！我冷冷地吐出一个字，懒得跟他们废话。只有李建民还死死地瞪着我，咬牙切齿地说：“不就是有2个臭钱吗？有什么了不起的？”说完，他拉着陈如，头也不回地走了。我看着他们的背影，嘴角勾起一抹冷笑。写字楼拿回来之后，我发现了更有趣的东西，那就是为什么老板这么护着陈如。当初陈如和我借钱未果以后，就把视线转到了老板身上。老板把钱给他以后，陈如彻底现身老板办公室的监控里，不止一次拍到过他们的苟合。只是现在这李建民还不知道，还傻傻地把陈如当女神呢。我转回视线，对着里面的保洁人员说：“打扫干净一点，不然会气。”晚上我回了家，陈如却主动给我打来了电话。我看着她的号码一愣，接起后只听她在那边可怜巴巴地哭泣：“江总，我真的好难过，我对不起你，之前那一切都不是我想的，都是老板逼我的。”电话里，陈如哭得梨花带雨，声音都哑了。之前那些事真不是我自愿的，都是老板逼我的，他怕你威胁到他的地位，才让我那么做。其实我心里一直挺喜欢你的。他越说越激动，声音里带着哽咽：“只要你原谅我，让我做什么都行。”最后他报了个酒店房间号，语气里满是期待和不安。我冷笑了一声，不过我还是去了那家酒店，不是因为别的，只是有些话我想当面跟他说清楚。酒店房间里灯光昏暗，陈如穿着一身性感的睡衣，半躺在床上，眼神迷离。看到我进来，她眼睛一亮，以为我是回心转意了。我走到床边，看着她，直接揭穿了她的伪装：“陈如，别演了，你就是个趋炎附势、爱慕虚荣的拜金女。之前我没钱，你就那样羞辱我，现在看我有钱，又巴巴地贴上来，你贱不贱？你这样的躺在床上让我碰，我都嫌恶心。”陈如脸色一白，眼神闪躲：“我没有。”我冷笑，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名片，放到床头柜上。这是我一个哥们的名片，家里挺有钱的，他就喜欢你这款。你要是真不在乎钱，就不用拿这张名片了。至于我停顿了一下，看着他：“你就别想了，我有洁癖，嫌脏。”陈如咬着嘴唇，盯着那张名片，眼神复杂。过了好一会儿，他伸手拿过名片，低声说了句：“谢谢。”我转身要走，又停下脚步，补充了一句：“哦，对了，我这哥们在床上喜欢玩点刺激的，不知道你能不能受得了。”说完，我头也不回地离开了房间。几天后，我和朋友们聚餐，果然在人群中看到了陈如，她正依偎在我那个哥们身边，笑得一脸谄媚。看到我，陈如眼神有些躲闪，似乎是有些心虚。朋友端起酒杯朝我这边晃了晃，嘴角都快咧到耳根子了：“谢了啊，兄弟，这妞真够味儿。”我瞥了他一眼，没搭腔，目光落在了陈如身上。大夏天的，她脖子上还裹着条围巾，恨不得把整张脸都遮起来。不用问也知道，她此刻估计已经体会到那些刺激的玩法了。我心里冷笑着，端起酒杯跟朋友碰了一下，
这杯酒我敬他求人得人。饭后我出去，却意外看到了李建民，他站在餐厅外面，似乎正在等人，想也知道正在等陈如呢。我那个朋友向来对身边的女伴不珍惜，更不可能送他们回家，所以陈如就打电话让这个舔狗过来送自己回家。这么一想，他倒是也挺可怜。我嗤笑了一声。李建民听到我的声音，脸色一变，他怒气冲冲地走过来：江默，你还在这干什么？我们都已经和你没关系了，你是不是又来找陈如了？我就知道你对他有想法，我告诉你，你敢碰他，我跟你拼命！我懒得搭理他，像看小丑一样看着他自说自话。李建民还在自我陶醉：你死了这条心吧，陈如她不喜欢钱，不会为钱屈服的，你别白费力气了。我哈地笑出声，他是真傻还是装傻？陈如不喜欢钱，他要是不喜欢钱，能为了钱什么都豁得出去。我耐着性子想点醒点醒这可怜虫。你知道陈如现在跟谁混一块儿吗？我问他。李建民一愣，估计是没想到我会这么问，张嘴就想否认。我直接打断他，他现在跟我一个哥们好上了，你要是不信，一会儿自己瞅瞅，看陈如脖子上有没有那种掐出来的痕迹，那都是我哥们跟他上床的时候留下的。我那哥们家里有的是钱，你以为你天天跟条狗似的围着陈如转，他就能看上你？别做梦了，他眼里只有钱。还有，他在公司的时候就跟那老板不清不楚的，这事儿你不知道吧？我把这些事儿一股脑儿全都搂出来，看着李建民的脸色由白转青，再由青转红。李建民眼睛瞪得跟牛眼似的，指着我鼻子就骂：你放屁！我无所谓的耸耸肩，反正话我是撂这儿了，真的假的？你自己去看看，不就知道了。说完，我转身上了车。餐厅外，陈如从里面走出来，脸色不太好看。大夏天的，她脖子上还裹着条围巾，怎么看怎么别扭。李建民一眼就瞅见了，脸上的笑容顿时僵住。陈如，你大热天的戴什么围巾啊？他声音有点发抖，像是预感到了什么。陈如本来就心烦，被他这么一问，更不耐烦了。我乐意，你管得着吗？刚才在饭桌上喝了点酒，他现在只想赶紧回家睡觉。谁知道李建民还跟个牛皮糖似的，粘上来没完了。陈如，你是不是有男朋友了？李建民不死心地追问。陈如眉头皱得更紧了。是又怎么样？我不能谈恋爱吗？那你之前是不是跟老板？李建民话没说完，但意思已经很明显了。陈如彻底爆发了。李建民，你有完没完？我跟谁在一起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你赶紧送我回家！他吼完，转身就走。李建民一把拽住他，眼睛死死盯着他脖子上的围巾。你把它摘下来！他声音颤抖得更厉害了。陈如被他拽得一个趔趄，差点摔倒。他火气蹭的一下就上来了，刚要发作，却被李建民的动作惊呆了。李建民猛地扯下他脖子上的围巾，那白皙的皮肤上赫然出现几道鲜红的掐痕，触目惊心。李建民气得浑身发抖。你怎么可以这样？你不知道我一直在等着你吗？陈如翻了个白眼。你个穷逼，谁会和你在一起？滚吧，我自己打车回家，以后不用你了，你也少在我身边晃悠。说完，陈如拦下路边一辆车，疾驰而去。李建民看着陈如的背影，缓缓跪在地上，流下眼泪。几天后，李建民找上门来，他眼睛通红，头发乱糟糟的，衣服也皱巴巴的，整个人像是几天没睡觉一样，看着很是吓人。他一把抓住我的胳膊，声音嘶哑：
江默，你告诉我，陈如在哪儿？他电话不接，家也不回，我找不到他。说到最后，声音里都带了哭腔。我莫名其妙，这俩人的事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我甩开他的手。你找他？你问我干嘛？我怎么知道他在哪里？我又不是他爹。我没好气地说。谁知道李建民扑通一声跪下了，他膝盖砸在地板上，发出沉闷的响声，听着都觉得疼。江默，我求求你，告诉我吧，我真的很想见他。他抬起头，脸上全是泪痕。我皱着眉头，我怎么知道他们在哪？我又不天天看着他们。想知道你就自己去找。还有，我劝你，陈如已经跟我朋友好上了，你最好早点走出来，别执迷不悟。我难道好心的劝了句，可李建民依旧不依不饶。我没办法，只好叫来保安，把李建民拖了出去。我以为这事儿就这么过去了，结果没2天，我在本地新闻上看到了他和陈如。新闻标题触目惊心：痴情男因爱生恨，硫酸毁容前女友。配图是陈如躺在医院病床上的照片，脸上缠满了纱布，只露出一双眼睛，看着都疼。而另一张照片是李建民被警察按在地上，双手被铐在背后，头死死地抵在地面。我这才知道，李建民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我那朋友的别墅地址，一直在那附近蹲点。那天，我朋友带着陈如去商场购物，李建民就跟了上去。在商场里，他趁2人不注意，把一瓶硫酸泼在了陈如脸上，陈如当场毁容，尖叫声响彻整个商场。李建民也被随后赶来的保安和警察制服。我那朋友嫌这事儿太晦气，直接跟陈如断了联系。走，我看着新闻，心里五味杂陈。虽然陈如有错，但这李建民也太极端了，得不到就毁掉。与此同时，老板那边，他的公司从写字楼搬迁到郊区的位置，被仅剩的几个合作商觉得有问题，也纷纷和他解除了合作。他把存款都搭进去，苦苦坚持了一段时间，最后无奈宣布了破产，而他也欠下了高额的债务，无力偿还。而李建民也因为故意伤害罪被判了10年。后来我去医院看了眼陈如，她五官都被硫酸融在了一起，是医生好不容易分开的。虽然人还说着，但这辈子全毁了。看到我，陈如就哭了起来，那硫酸伤了她的气管，她甚至连话都说出来。我无奈地叹了口气，变成现在这样，只能说是她自己活该。如果她不玩弄李建民的感情，或者欲望再小一些，都不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。只是不知道她在午夜梦回的时候，会不会为当初的事情感到后悔？只是那些都和我没关系了，曾经的那些人再也不会出现在我的生命当中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本期故事精彩吗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